Ciao a tutti，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意大利的一些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意大利的一些问题和不足的面向。首先，根据国家统计研究所 Istat、意大利工业联合会和意大利商业联合会，意大利的平均工资是定在，也就是税后工资，也就是净工资，是落在1475欧元左右。四舍五入我们都会说1500，而税后工资是在2300欧元左右。所以扣掉的税一部分叫做社会保障税，会到 INPS 也就是社保局，然后另一部分是个人所得税，在意大利叫 IRPEF。 这两种税加起来会被称为 Cuneo Fiscale， 还有别的税，但是一般是这两个税会被叫做 Cuneo Fiscale， 也就是税前工资跟税后工资之间的差别。给 INPS 的社保税是 9.19%， 自动从工资上扣掉，然后剩下的 23.81% 是由雇主来承担。社保税是用于提供社会保障、养老金跟失业金等等福利。个人所得税 IRPEF 也是从工资里扣掉给国家的税。IRPEF 的税率是按照一个人的总年收入。那么 IRPEF 是拿来干什么的呢？21%用于支付养老金和社会救助金， 19% 用于医疗保健， 11% 用于偿还国债利息， 10.8% 用于教育，然后 2.3% 是给文化及运动。然后还是有很多对你的工资加减的东西，比如说就是要看你的就业领域、你的工作经验、你的工作合同、政府政策，还有所在地区。根据欧盟统计局 Eurostat 2024年 OCSE 国家里，意大利的年薪净工资是在欧盟国家平均值下面，平均税后年收入为24051块欧元。在意大利会经常说，意大利是唯一一个20-30年来工资没有涨反而降的国家。在欧洲，意大利作为欧洲大国以及欧盟的创始国之一，跟丹麦和瑞典都没有保障最低时薪的法律，是 G7 国家里唯一没有通过保障最低时薪相关法律的国家。因为意大利的时薪是按照7-7NL， 也就是中文集体谈判，也就是雇主跟雇员们的代表坐下来谈判下来的时薪。根据 Istat 2024年的数据，意大利有将近300万人在做黑工，相当于 GDP 的 10%。 意大利是欧盟国家里IVA逃税，也就是增值税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将近114亿的税没有到国家手中。意大利的增值税普遍是定在 22%。根据 Istat 2024年青年失业率占 19.4%， 相当于快5个年轻人里面1个找不到工作。还有很多就业问题，比如说工作不稳定性、过低报酬以及剥削的问题。什么1个小时15块欧元，没有签工，然后做黑的。然后不稳定性指的是工作合同一般都不是长期合同或者非固定期限合同，都是短期的。然后还有无报酬实习的存在，或者过低报酬的实习存在。然后还有雇主会把实习当作低成本或者免费的劳动力的现象。在13年里，从2011年至2023年，有55万从18岁到34岁之间的意大利年轻人为了更好的机会离开了意大利。意大利人才外流的现象还在持续上升，意大利丢失的价值相当于1340亿欧元。在欧洲，意大利以年轻人吸引力是排在最后一名，只吸引到欧洲人的 6%， 相比瑞士的 34% 和西班牙的 32%。在北意大利有 35% 的年轻人已经打算搬到外国，相当于3个人里面有1个已经打算移到外面。移民动机是
25%是为了更好的就业工作机会，19%是读书深造，17%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品质，然后10%是纯属为了更高的工资。意大利移民的现象一直都存在过，尤其是南意大利。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巴西跟阿根廷那边的意大利裔移民就是很多。但是今天出国的南意大利人，2个人里面有1个是至少是本科毕业的，也就是大学文凭的人才。然而，意大利政府根本就不再努力的想要改善这个人才外流的问题，根本就不再聆听年轻人的声音。根据 Istat 2024年，在意大利有3个女人里面1个至少受过某种方式的暴力，这种侵害主要来自于前对象，然后接着是不按照排名的是现任、熟人、陌生人、亲戚、朋友，还有工作同事。暴力方式主要有人身暴力，然后是性暴力，然后还有一小部分的是试图强奸以及强奸。根据意大利内政部提供的数据，从2024年1月份到2024年12月22号，总共有300起谋杀案，其中109起的受害者是女性，然后109位女性中95位是在家庭或者情感环境下被杀的，其中59位是死在前任或者现任手上。最声名狼藉的女性谋杀案是11月11日2023年快毕业的 Giulia Cecchettin 被她控制狂前男友 Filippo Turetta 给刺杀，并把她尸体扔在树林里面，然后1个星期后才被找到的尸体。Filippo 杀人逃跑，从意大利东北地区 Alto Adige 或者 Sud Tirol 逃到奥地利，然后再到德国，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被德国警察给抓捕，然后引渡回国，然后他被判终身监禁、无期徒刑。这起事件轰动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从女权意识崛起到父权主义社会的问题。政府机构里和各个党派，女性只占30%至40%，凸显出男性为主的政治环境。如果被问到意大利是否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的话，简单的答案它就是意大利是个种族歧视的国家。首先，意大利内部就有他们自己的歧视，就是南北之战。一个所谓更有纪律、日耳曼裔雅利安人为主的北意大利，和一个所谓更野蛮、拥有黑人特征的拉丁及高加索人的南意大利。然后就有对外的种族歧视，尤其是对黑皮肤人士。意大利新闻经常会看到来自于北非或者中东的难民坐着船翻过整个地中海来到意大利申请庇护，会有人直接在海里淹死。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不顾生命，为了下一代。意大利前10 Top 10的移民群体为按照顺序：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摩洛哥、中国、乌克兰、菲律宾、印度、孟加拉、莫尔多瓦和埃及。然后种族歧视就是在意大利存在，这是一个无法辩护的事情。我个人在意大利的经历就是偶尔会被一些人喊说或者应该哪里都有的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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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这种东西。根据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2024年民主指数，意大利排名37，是一个缺陷民主，是 G7 国家中最后一名。台湾以完全民主排名12，香港混合政权排名87，中国。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4年的新闻自由指数，意大利排名46，台湾27，香港135名，中国的话你们自己去查。对，在欧洲22个国家已经合法化同性婚姻，
而意大利跟9个别的欧洲国家只承认民事结合或者公民结合，也就是 civil union。意大利是欧洲大国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民事结合主要还是为了同性关系而创立的，是他们能获得一些权利，比如说领养权。异性关系如果不想结婚的话，但是想要享受一些权利，也是可以通过民事结合。2024年10月，意大利国会通过使代孕成为世界级罪行 （Universal Crime） 的法律，也就是可以追随到代孕合法的地区。Dichiaro chiusa la votazione. Il Senato approva. Restano pertanto assorbiti. 讽刺的是，使代孕非法化的意大利右派以及意大利总理梅罗尼跟他的好朋友伊隆马斯克14个孩子里面有至少6个是有通过代孕生下来的，这导致很多家庭以及不孕女性没有拥有孩子的权利。右派也试图让堕胎非法化，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通过任何禁止堕胎的法律，只是在推广反堕胎的政策。根据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 意大利是欧盟国家里英语能力排名垫底的国家，欧盟里英语最烂的国家。This was the first reaction, shock because in our mind everything is totally connected with the UK. Obviously, this decision is a decision. Brexit is Brexit. The people of UK decided the way for the future. Very interesting debate because this debate will be a debate about the concept of rules in EU. But when UK will decide the opening of Article 50, we will discuss about it. Okay. 根据 Eurostat， 有2900万的意大利人是超过48.4岁，然后1400万是超过65岁的人。根据 Istat， 2024年意大利的生育率是 1.21， 也就是一对人平均生下来的孩子是 1.21 个，显示出意大利是一个相当老龄化的国家。根据 Istat， 2023年意大利的居民人口为5900万，然后 Istat 预测2050年意大利人口会降至到5480万，然后2080年的时候会降到4610万。总之，确定的是会是一个人口衰退。相比别的欧洲大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在各个排行中表现一般都是最差的，但是意大利还是有很多成绩突出的面向，很厉害的一些地方，我会单独做一期视频出来，然后结束。